大家好，我是邱静雅。今天呢，我们竹北女人不会老，来到我们竹北的胜利11街92号，我们来到我们的芳香森林，要为大家介绍一位，你等一下猜一下她几岁？我们的宝莹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要来听听宝莹她的环保事业怎么开始的。那我们让宝莹再正式的跟大家打一个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宝莹。在环保这个概念上啦，废物再利用，我觉得竹北妈妈算是蛮有概念的。对对对，他们都很愿意做，也很愿意推广，然后也很愿意就是落实在自己家里这样子。而且其实很多比较娴静的女生也很爱自己手做。对，所以你这边的客人也都是如此吗？大部分都是，大概95%以上都是女性。对，然后大部分也都是为了就是要做给自己的，可能都是有小孩，然后不然就是要做给那个亲戚朋友之类的这样子，当礼物，或自己用，就是希望一个比较安心。对对对，然后就他们会觉得说自己做的话就是看得到，对，嘿啊就最安心这样。对，自己知道流程，自己知道材料。对。可是我想请问宝莹，因为就是这样的东西，感觉就是给 game。就给 game 那你为什么会变成你的事业？你真的创了一家店你真的开了一家店我喜欢手作是第一个，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行业可以持续下去的原因，是因为现在的污染太可怕了，就是空气的污染啊、水污染啊、环境污染。那其实有很多污染是来自于家庭废水，那就像我们每天洗澡排出去的废水，或是说洗衣洗碗那些废水，那些废水如果你用环境降解性低一点的原料的话，那其实对环境的污染是严重的。那我们会比较坚持说，我们尽量是使用一些，就是它排出去是可以被环境分解的。是，而且如果家家户户都这样子想，污染就下降。对，就会至少会下降啊。那至少有可能一些什么过敏源啊，然后或是一些皮肤状况就会获得很大的改变。没错，人家做好来卖，其实可以赚很多。你这样子其实是，我会觉得说这是我的梦想。我希望就是我80岁的时候，我还可以顾在这家店，然后会做的客人你就进来做。那我希望我可以做这么久的事业，然后分享。对，我不想要就是几滚就喝牙那种生活。各位，这是我的梦想。不想要一下就大富大贵哦，他就是希望我就是一直这样做，理念可以一直传下去的哦，真的不一样。所以你觉得你的店就是概念跟人家不一样吗？我这老板娘就是跟人家概念不一样，所以我的店就是不一样，有特色。应该算是。可以大胆的讲啊。对啊，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。那你要不要郑重的跟大家推荐？你觉得你的店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我店的最大特色就是你可以很没有负担的，然后来这边做你想要的一些环保制品，可能你家里用得到的清洁剂啊，然后或是你用得到的一些保养用品，都可以在这边做这样子。那如果说，你可能在网络上还有客制化，很多客人他们会划很多 FB， 然后就一直问我说，老师这可不可以做？老师那可不可以做？我能力范围可以做的，我都尽量会教你，这样子。所以你可以来这里制作环保产品，你可以来这边放松，你可以来这里，有一个高手会在这里帮你把复杂的产品解密，让你知道这个制程是什么，然后协助你做出你的梦想清单。今天听到宝莹的分享，她其实从她对于这个手作的热爱，对于环境的爱，对于环境的这个保护的坚持，那开始了她的事业，然后后来得到了这么多人的祝福，然后也感受到自己工作的价值，那也因为希望更多人在这一个事情上能够坚持，他把卖成品之外变成一个工作坊，变成一个工作的共享空间，让大家可以在这一条坚持环保的路上可以走下去，我觉得是非常好。而且其实她就是一个非常温暖，就是非常温柔的女性，可是却非常的坚定。那未来呢，我已经找到一个伴了，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很想为老人家做一点事情，所以看到宝莹她已经在这条路上走，我们就是一起来合作，让老人家其实可以有一些他的舞台。那今天非常感谢宝莹给我们这个时间，然后接受我们的采访，谢谢。谢谢静雅姐，那谢谢你提供了这个平台，让我们在竹北很认真的工作的创业的女性被看见，谢谢静雅姐。